新浪网友你们好，我是徐克，电影导演，电影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扮演郭靖。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黄蓉。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文欣，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华筝。因为整个《射雕英雄传》应该是最后总结在他郭靖跟大韩的对话啊，整个《射雕英雄传》的精神都在那个情节里面提升到一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跟别的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决定要用《射雕英雄传》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这场戏作为我们的跟观众见面的高潮。其他几位还没有看过片吧？应该都看了，都看了啊，都看了，那太好了，跟我们聊一聊。不能剧透啊。那战战先跟我们说一说你看完电影的感受。看完电影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独属于导演的风格。就是有一些意料不到的惊喜。好像讲都没讲呢。那又不能剧透。小张有什么补充？我就是很震撼，起一身鸡皮疙瘩，然后哭了好多次。我也是非常震撼，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观后感这个问题是很难说的啊，这个很难不剧透讲出了他的感觉。其实很多郭靖我都认识，这些演员我都认识，所以从他们身上我看到郭靖的部分，也看到没有郭靖的部分。然后当我们正式来拍这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这个郭靖这个人物就对我来讲是一个怎么去把它做成我所看到的郭靖那个气质跟他的状态。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是用我们郭靖的感觉去找一个跟他接近的人去演这个人物。但是非常受年轻网友喜欢的演员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您觉得，哎，他就是郭靖了？那肖战，我跟对谈的几次，因为第一次谈的时候，我在觉得是有可能是肖战，可是我需要再更进一步的了解肖战是什么情况，所以跟他了解谈的时候，谈的多一点的话，我觉得他的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放在郭靖这个人物身上，所以就用肖战了。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是饰演郭靖。我觉得刚刚您说到的那些点都是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是其实内核是你要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的国民度非常的广，以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郭靖的一个形象，所以你要如何去塑造好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之前也提到过说，你觉得郭靖的内核是善良和执着，所以你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找到大侠这个2个字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开拍之前，我一直觉得大侠是一个，首先他得武功高强，然后行侠仗义。但是其实当我在拍摄前期开始做准备，然后跟导演聊天，跟主创去探讨，一步一步的，我认为大侠他除了要具备很多的技能之外，他的精神内核也非常的重要。首先，我觉得你要成为大侠，你要心怀怜悯之心，就像我们电影里面的台词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你要顾及到的东西会很多，所以并不是大家看到的一些很外化的东西。难不难？挺难的，有点拗口，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庄庄的蒙语怎么样？就是我学的不是很快就下课了，我就走了，你们就羡慕的看着我。对，大家说那个战战不语，只是一味的翻那个台词。对，我当时拿到那个本子的时候就翻一页，还有，怎么还有这么多？哦，我才知道700句啊，原来有这么多蒙语。因为大家上次说，就巴黎翁也是特别难、特别凶狠的一种招式，然后说你现在拍一部戏就变成文武双修的，所以觉得文难还是武难？其实我觉得这些辅助我们去找到角色的东西，我觉得不是最大的难点，最大的难点是我们3个要如何去找到这3个人物的内核，然后去把它表现出来，而且要让观众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他的俏是因为他的想法让你觉得很有趣，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是耍可爱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对王蓉的要求是必须要跟现在我们接受的那种年轻人有关的东西，
他有很深入的感性的内程，也有他看到这个世界的一种自己的一种看法啊。因为年轻人的话没有见过太大的局面啊、战场啊、复杂的关系，就听过他跟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又用个人的方式去做。当你去到一个很庞大的场面的时候，他一样的是被震撼的。所以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人物是有关的。看到张大飞，我觉得哎，也许他很多东西是跟我想象的王蓉很接近，就去尝试把它变成王蓉这样子。我觉得他成为帮主以后，一定也会有他爱的人啊，或者是儿女情长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其实肩上有更多的责任，再加上刚刚导演说，她其实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独立的、自由的一个女孩。但其实她有面对大事的一个胆量吧，有自己做事的规则和原则。她有扛得起大事的这个胆量和责任，但是也同时也会被很多细化的小事所打动的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黄和珍在大韩的平时他的一些出入的那种场面里面，他能感受到军事那方面的一些渲染到他那种气质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他们在草原长大，草原这种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很率直、很放开的，在大自然生存那种条件下，生出这么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是应该什么样子，一定不跟我们城市的少女不一样。所以我也是希望在华珍身上找到这个草原上的那种特点，让她这将军嘛，他没带过兵哦，他见过战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韩女儿也不好当，到最后还要做很多跟大韩对抗的一种东西，这个也就是金庸小说里面人物好看的地方。因为文心对影视圈来说还是很新的一个面孔哈，我好奇您是怎么找到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个训练班，训练了他跟一些其他的演员。我觉得他有一个气质是很特别，就跟别的不一样，就是他的举动啊，所有东西都很自己。那我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他来演华筝的话，应该跟中原的人不太一样。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演戏嘛，然后又跟很优秀的大家一起合作，所以其实挺紧张的。之前没有什么经验嘛，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一步一步的去靠近这个角色。最酷，飞龙在天喽！对，我觉得是十神六龙啊，意想不到的那个神龙书霸掌，这一掌出得来，连吸毒都挡不住，我觉得很特别。有没有那种就拍的时候都想象不到，哎，原来做出来是这样的？确实拍的时候想象不到。对，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所有的一些招式的设计，我认为导演他是走一个理论派跟技术流，每一招他都会讲究一个原理是什么，他并不是像可能以前我拍过的一些古装，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原有的出招。就导演他追求的都是我出这一招都是要有理由，而且他是要有原理，这个可能是我以前没有。其实最主要是这一招为什么让对方挡不住？吸毒那种蛤蟆功，它是铺天盖地的，你怎么会穿入他的蛤蟆功里打中他？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个。很考验想象力的一个。这等于是我们在做一个设计的时候，这样的话，我怎么攻破你的那一招？也就是我觉得设计这种动作里面最有趣的地方。黄蓉最喜欢招式是什么？我肯定是打狗棒法。对，因为我们打狗棒也有导演比较新奇的设计，所以我拍的时候也不知道呈现出来会是对，它有一些机关的。